初夏，众多生命被季节更迭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横越万里，远渡重洋。彼此竞逐觅食，不光是要喂饱自己，更为了繁衍下一代。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在地球上进行一场洲际之间的生命远征。被浪花环绕的台湾，正是这些大洋旅行者们的迁徙驿站。而沉蓝富饶的海域，也是海洋最大爬行动物的觅食场，甚至是它们的故乡。地球现存7种海龟，有5种会在台湾现踪，但都是濒危的保育动物。其中，以绿藻为主食的绿蜥龟最为常见。它们对起舞的鱼群完全不感兴趣，而也只有它会登上我们的岛屿，繁衍后代。在澎湖望安的这一晚，我们见证了传奇的139母龟上岸产卵的过程。保育人员与我们同样兴奋感动，但20年来，上岸的母龟从19只锐减到1-2只。139就是唯一且持续上岸的海龟妈妈。其他的母龟为何一去不复返？它们在大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要来帮小龟做围网，因为它的育产期到了。小龟出来的时候啊，它会认为亮的地方是海，它就会往亮的地方爬。我们可以帮它，就是顺利的回到大海去。研究发现，小海龟的存活率只有1/1000，栖地巨变会让活下来的机会更加渺茫。积极的人为介入守护，成了科学界一致认同的保育做法。这一晚，月光皎洁，长濑沙滩上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又有一只母龟上岸了。它是年轻的1041，2003年首度被记录上岸，估计约30多岁，比139年轻一些，但她同样是个尽责又卖力的母亲。好了，生完了，看一下，快点，生完了。看到了104。
即使疲惫，也要竭尽所能地保护自己的卵窝。觉得海龟妈妈实在太伟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生物。世界上最尽责妈妈之一。是啊。我们连续记录2只母龟上岸产卵，深深着迷于这个古老又温驯的生命。但随即发现1041选的卵窝地点非常危险，因为现在这个位置不好，对不对？啊，对，我们可以看得到下面就是海了。下一次台风来的话，可能会被侵蚀掉。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蛋挖出来。对，掌握我们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几个小时后，产卵结束，目送1041缓缓离去，我们救援卵窝的工作也即将展开。研究团队要先把龟卵全部取出，准备进行卵窝移位。接着，卵窝移位是科学团队评估可能被海水淹没或是光害严重以及天敌过多的情形下进行人工移窝，来增加小龟孵化率的保育方式。已经到底了，没有了。但所有动作必须在母龟产下第1颗卵后4到8个小时之内完成，否则会前功尽弃。我们选的这个位置啊，是它之前有在这个地方生的卵窝，我们可以看得到旁边这些就是了。隔壁就是。哎，对。在距离1041产卵洞约500公尺的高处，我们备妥了一个新产房。6、10。接下来把所有的卵放回新的人造窝。98、 100、 102，哇！好了，好，没有了吗？对，母龟一窝通常会产下100多颗卵，1041这窝共102颗。我们模拟海龟后肢覆沙，买好龟蛋后折腾一整晚，所有人都精疲力尽，但也同时体会了母海龟护幼本能的深情伟大。来，你看，这个是它昨天下海的爬痕。对，好清楚，很清楚吧？第2天重回沙滩，清楚能看到1041产卵的位置，距离海岸线只有几步之遥。这个就是昨天1041生的产卵洞。这个距离沙海这个位置啊，是不是很近？对。过去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例吗？之前真的有发生过。我们如果说没有注意到的话，我们以为那个沙滩很安全，可是没想到连续2个台风来之后啊，那个海岸线退得好夸张，退了20几公尺，所以把我们认为安全的地方都侵蚀掉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说在这附近的话，我们都会进行移位的动作。全球暖化，然后气候异常，我们一次的风灾都比一次大，所以现在沙滩的沙都被带走很多，所以这对海龟它们产卵、母海龟产卵的栖息地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一个影响非常大，像是我们这个沙滩啊，它有个名称叫做长濑，意思就是很长很长的沙滩。有没有？它的变化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想象，在又不断的往后退到这个草线的位置来了。剧烈的台风进来的时候，整个卵窝都被冲刷侵蚀掉了。几年之内，我们的海岸线竟无声无息地消逝。
什么环境的变化，是我们没有察觉之下已经发生？还有什么物种，是我们来不及抢救，却即将走向灭绝？像我们移到这个位置啊，也希望它第3窝的宝宝能够顺利的孵化，大概在50天之后，可以看得到它顺利的爬出来。记录小海龟的诞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必须彻夜守在卵窝旁，适时赶走掠食者。我们守候了好几晚，终于等到新生命的降临。刚出生的小海龟体色深灰，背甲只有约5公分长，和妈妈139的巨硕体型差异很大。但不寻常的是，这一窝竟只看到2只小海龟破壳而出。忧喜参半啊。因为如果说孵化的好的话，应该是一整群同时间瞬间就出来了。但是如果说先头部队先2只的话，我们后续再观察一下，看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伙伴。背甲直线长4.923。23.1。这只小龟它应该算是很健康。是的。像它的话，它整个肚脐都已经收进去了，很平整。小手挥动的样子是很有力，很有力。它的背甲也是一样，零变数。中间是1、2、3、4、5，然后侧蹲都是4对。1、2、3、4，哎，对，左右都是。保育团队细心地为小龟做健康检查，借此推测存活率，甚至母龟的健康状况。而珍贵的资料，更是台湾保育海龟研究的重要指标。果然它比较重。这话就赶快让它回到大海去了。大洋召唤着本能，小海龟奋力地向着浪花前进，寻找着真正的家——大海。稚嫩又脆弱的它们，冲破了卵壳与沙土的束缚，即将展开海龟的一生。但大自然的严峻挑战，现在才要开始。冲下海的小海龟会持续游泳，完全不吃东西。这段期间叫做疯狂游泳期，为的是远离近岸的众多天敌。但每一个浪头都是挑战。科学界统计，每1000只小海龟只有1只能存活。如果幸运的话，它们可以长大20倍。体重超过100公斤，之后在大洋漂流数十年，
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去向。那是一段人类难解的迷失岁月。但20年后，也许我们能再相遇。但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呢？超过预产期的第5个晚上，我们开始有不祥的预感，担心其他的小龟可能被草根阻挡出路，保育团队决定开挖抢救。草根都已经到这里来了。真的很多草根啊。有发现小龟吗？卡在这里了。哦，真的被卡住了！哦，天哪！哦，这树根太多了。哦，我看到小龟了哦。我们越挖越深，已经超出1个人的手背。啊，我看到了，我看到龟蛋。可是这个蛋现在看起来，我现在这样子检查的话，有可能没有发育，或者是它真的是未受精蛋。就算是孵化过程当中死亡啊，我们这样子在碰触的时候，其实可以摸到小龟的形体，但是我们现在在显示的时候，它还是跟出生时候的龟蛋类似。如果说要进一步了解的话，我们就是要打开检查。一整窝的卵壳竟然都还是完整的，只有几个有小龟破壳而出的证据。从暗夜到黎明，100多颗龟卵陆续出土，我们期待新生命出现的希望也逐渐破灭。所以139这一窝蛋，现在已经挖到147。对，应该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检查龟蛋它孵化的状况，它是未受精卵，还是说是在过程当中死亡的？未受精的。所以这是未受精。对，未受精蛋，它没有那个胚胎发育的现象。一样，也是未受精，也是。这颗也是。139母龟奋力地产下了147颗卵，远高过平均值，但竟有122颗，高达90%都是未受精卵。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像这样的情形是异常，是真的很少见。139这一次的受精状况并不是那么的理想。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警讯吗？母龟身体的状况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担心的就是是不是公龟的数量太少了，让它没有受精。整个环境的温度有上扬的这个趋势，温度比较高，它出来的都是母龟，后续的公龟的数量变得很少了。
有别于人类或多数脊椎动物，性别是遗传染色体基因。海龟的性别却是依照卵窝的温度来决定。当温度低于摄氏29度时，公龟的比例高；但如果超过31度，就全部会孵化成母龟。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原本是一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存策略，但如今却可能因此走向灭绝。过去有这样的例子吗？90%都是未受精卵，还是很少。今年的话，搞不好是发现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一个地方的族群数量就真的会一直往下走了。我们真的很担心，说这边的小龟数量就真的没办法补充这个族群了。我们在望安岛守候一整个夏天，只有139和1041两只母龟上岸。科学家预测，这个世纪全球新生的小海龟有90%都会是母的。如果我们再不控制温度，最快20年，海龟将不再有下一代。但暖化是唯一的威胁吗？我们决定拜访台湾第一位研究海龟的科学家，他也是望安绿蜥龟产卵保护区的推动者，有台湾海龟之父称号的陈一俊教授。这只是阿义，来自宜兰头产的定制网进来的。这是一只被渔网缠住的少年玳瑁，而隔壁邻居外号海宝1号的绿蜥龟，则是被渔船撞到头，至今身体无法平衡。现在实验室有2只流刺网混货的。眼前这只小玳瑁，左前肢硬生生被渔网截断。在陈一俊教授的研究室里，竟发现海龟最大的威胁不只是上升的温度，还有人类的渔网。流刺网因为它是被卡在网具上，肺部会感染。就是因为进水了，对不对？对对对，那一旦呛水的话，它肺部受伤的话，那就很容易走。流刺网没有刺，却是所有海洋生物的致命罗网。国际上多半已经禁止这种大小通吃的伤害性渔法，台湾也规定必须退出3海里之外，但我们却在东北角直击废弃的流刺网被冲上岸。还有多少生物会命丧这片死亡之墙？在澎湖海堤边，就有小玳瑁被缠网奄奄一息。虽然成功地卸除了渔网，但因为被勒太久，其肢已经坏死，最后被迫截肢。只剩3只的它，是否还能回到大海的家？而在国境之南的海生馆收容中心，我们同样看到心碎的景象。这一只海龟是，这几天从绿岛那边被送过来的，应该是被废弃的网具缠绕住之后，然后很久没办法潜水，身体的四肢啊、脖子啊那边都有看到那网具的勒痕，没办法自己。专长研究海龟疾病的李宗贤博士，10年来同样见证了渔网的致命威胁。
甚至在海龟体内发现鱼钩。它是在一个死亡搁浅的一个海龟身上发现的废弃的网具鱼线，把它缠绕，让它没办法上来换气。但伤心的画面不光如此。这一只是台东来的蓝蜥龟，这一只也是台东的绿蜥龟。被送来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身上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小肿块啊，比如说眼睛啊、嘴巴，然后后脚，然后四肢跟身体的表面都会有一些小的肿块。这只绿蜥龟的脸上鳍肢竟长出一颗颗纤维瘤，就像人类世界的肿瘤。这个病我们叫做纤维乳突瘤感染症，在海龟身上长很多不明的肿块。那它其实不会让海龟很立即性的死亡，不过它会让海龟慢慢的越来越虚弱，比如说会造成它的视力啊、游泳啊、吃饭啊、潜水那些能力都会慢慢的越来越弱。只有在靠近近岸定居之后的绿蜥龟身上才会发现环境污染比较有关系。有一只好像是在小琉球。我们实际下潜到小琉球海域调查，的确发现有的海龟在后鳍肢长了纤维乳突瘤，有的因为渔网或是船桨而遭到断肢。小琉球向来被称为是绿蜥龟的天堂。在陈一俊教授引进的 Photo ID 脸部辨识法估算下，小小的岛屿周边竟有高达400多只海龟栖息觅食，密度堪称世界之冠。但令人难过的是，每5只海龟就有1只因为人类活动受伤或生病。我们就曾经目睹因为同伴被渔网缠绕，高达20几只海龟群聚救援的景象。但渔业活动的危机还没解除，另一项致命威胁，恐怕你我都是帮凶。这个是一只海龟的胃内的人道废弃物，塑胶袋啦，保丽龙袋啦，塑胶绳啦。发票纸张啦，什么都有，一盘就代表1只。一袋袋从海龟肚子里洗出来的人类垃圾，很轻，却是海龟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海龟它没有味蕾，而且它没有牙齿，它是用视觉，看起来很好吃，就把它吞下去。食道还有倒齿。任何东西进去，它就不会让它出来，因为它就卡在肠胃里。就是塑胶袋，2.5克都可以把它弄死掉。我们叫做亚致死效应。它不会直接造成死亡，但是它会让海龟身体衰弱啊，可能一个小感冒就挂了。鞋子，然后那个渔网上面的浮标，对，浮标碎到这个样子之后，其实你就很难去清理。没有想办法减量的话，其实它还是一直会出现。我们对大海的荼毒与糟蹋，在风灾之后无所遁形。海保署统计，海龟搁浅数量连5年上升。2021年更高达359只，等于每天就有1只海龟被迫上岸。渔业混货和渔网缠绕是主要原因，而不幸死亡的海龟肚子里几乎都有人造废弃物。哇，偶尔就会发现这种小朋友的玩具其实蛮新的那样子。Suppose 是让小朋友认识海洋生物的，结果就留在这个地方，影响海洋环境。保护我们的海真的做得还不够，远远不够。人类无节制地制造垃圾，又随意丢弃，自认
刃无心却任意的举动，就让全世界7种海龟都面临了灭亡的命运。但大洋的队伍依旧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我们沿海，只是也都带着伤。我们已经收到讯息，就是在宜兰苏澳的沙滩上有卫虎鲸搁浅了。要顶住它，让它不要倒过来就好。救援保育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首要任务就是先维持卫虎鲸的生命迹象。可以看到海巡的人员一直在用海水要来润湿卫虎鲸的身体，因为它从搁浅通报，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经过了3个小时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一直维持它的生理迹象，然后也正在等待兽医的到来。眼前的它，深邃体色，椭圆头型，有着海豚一般的背鳍，流线的身长超过3公尺。它是一只卫虎鲸，它的长度就3公尺多一点点，所以还属于一个青少年的状况。它的眼睛呢反射正常，身上没有外伤，然后有一点点感染，有一点点偏瘦。他是一个小男生，看回去很明显的，他的那个背长肌凹陷了，凹进去了，并没有发现他有很直接的外伤。我看到他眼睛有时候睁开，有时候闭起来，所以说他眼睛还是会闪动。呼吸稍微快速一点。卫虎鲸平常深潜在各大洋之中，它会捕猎大型的尾鱼，也会攻击小型的鲸豚，经常群体行动，具有高度社会性。外形和凶猛程度因为酷似虎鲸而得名，但我从没想过，与这个深海猎手的初次相遇，竟会是在陆地上。你在海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和家族同伴们分开了？为什么上岸了？好，推过来，可以，没问题。推过来，小心啊！小心，帮我看一下气孔。有喷出白色的牙齿。我知道，没问题。好了，回来，好了，回来。小智，喝水，先给他水。回来，很热，他很热。这边，来，到我手掌上，到我手掌上。对。兽医师评估，必须立刻将搁浅的少年卫虎鲸送到救援池治疗，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可以啊。好。但是要搬运超过350公斤重的庞然生物，需要众人的齐力合作。台湾鲜少有卫虎鲸搁浅记录，在长达27年的鲸豚救援历史中，也只有7例个案。在没有任何大型机具可以辅助帮忙下，所有人必须小心翼翼。也因为是海洋动物，更需要随时补水，保持身体湿润。好，教。帮我教他背起来吧。虽然是只小卫虎鲸，但体重却是好几个大人的重量。我们左右2列，一共10个人，走走停停，气喘吁吁。100公尺不到的沙滩，竟走了5分钟之久。
是，再高一点，一下，快哦，再高一点，跟着来1，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可以，抬高一点，好，来，小心1、2、3，下，好，来，接着，走，众人齐心合力，终于将他搬上车。接下来必须和时间赛跑。在基隆八斗子的安置中心，临时搭建了一个大水池。20多名海巡弟兄和保育团体合作下，终于将这个年少的大家伙放进了救援池。它将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只卫虎鲸活体收容的案例，取名为“亮晶晶”。亮晶晶为何会搁浅上岸？鲸豚专家杨伟成博士的兽医团队要为他进行胸腔超音波的检查，试图找出原因。而我们则是要负责扶助亮晶晶保持平衡。觉得不是很好。它是一个非常瘦的个体，对啊，它好像就是包着一层皮的一个玩具。脂肪的厚度，它也是比正常的卫虎鲸薄了1/3左右。不仅是消瘦，亮晶晶的尾干竟然也跟海龟一样，有被渔网缠绕过的伤痕。渔网可能很利嘛，就整个就切开，就是会有一个疤痕在那里。同类鸟上不是长这样子。而接下来的诊疗更加惊心动魄。宽裂的嘴里，上下颚共有40多颗牙。好，等一下再一次哦。一张嘴就好像在露齿微笑。但卫虎鲸的森森白牙其实是用来撕咬猎物，极为凶猛，被科学家称作“笑脸杀手”。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绝不可能如此靠近，更不要说把手放进它的嘴里。换去。向哥，你要再往上抬一点。但为了要确认亮晶晶搁浅又消瘦的原因，医疗团队只能深入险境。换去。那我们曾经在几个 case 有发现，它是里面是有鱼钩的，它可能就没办法进食。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东西。换气。如果真的有鱼钩的话，要把它取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它没办法开刀嘛。先诊断它到底有还是没有，这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内视镜比较特殊，就是长达3米的一个管道，主要的目的就是看里头有没有塑胶垃圾，如果有，我们要评估能夹出来吗？这是台湾第一次要将3米长的内视镜放进鲸豚的胃里，执行的是齐伟廉教授。送，好一点。哦，有了，哦，喂，那个往前走了哦，往前进了哦，送。小卫虎鲸似乎能理解这是一项对他友善的举动，竟然完成了6分钟的内视镜检查。我们应该已经到了胃部，那目前没有看到我们怀疑的东西。但亮晶晶是通例，还是幸运的特例？第
二天，兽医团队要进行一项更危险的测试。因为它如果眼睛看得到你的话，它的头会侧过来，你的整只手就被咬下去。所以你要从正前方，眼睛刚好没有开。精神食欲通常是判断病情的指标之一，但要确认一只喂虎鲸有没有食欲，团队们需要更多勇气。哇哦！有哈，对啊。果然它比较大。亮晶晶胃口大开，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有哈，好。更让人惊喜的是，我们在水下同步录到了它的声音。这个是齿鲸他们在侦测植物的时候特别会发出来的声音 ，click。寻找食物的这个回声定位的功能是有的。所以这对于它野放之后回到大海里，它的生存能力，生存能力的话就是比较有保障。不然它回到大海就会是一个瞎子，看不到，然后也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现实生活中，它就是一个海里面的猎人。真的是脱喂虎鲸的虎了，哦，钓好多哦，有几条？200多条嘞。保育志工们不光是24小时轮班带游，更要为亮晶晶张罗饮食。为的是让它尽快痊愈。但对渔民来说，鲸豚就好像是海里的猎人，是人类渔业的竞争者。只是当两个物种碰上一起时，受伤的永远都是他们。所以这都是渔网的切割，也有可能是螺旋桨的切割。就是它的嘴会这个地方，对，它在小时候，就是它曾经被这个东西缠住了有几年，可能是一捆渔网，这连骨头都变形了，有没有？所以这个可以确定，它就是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缠住了，是不是？天哪，他到底怎么活过来的这些年？他是在台南安平搁浅死亡的白海豚，还是一个小男孩。但在解剖过程中却发现，他不光是嘴喙有明显的渔网勒痕，背鳍还有被螺旋桨切割过的伤疤，而他的身体更被一个粗带子捆绑了好几年。曾经有一个带子是把它束住的，360度把它绑起来，因为这个背鳍的前面还有一个缺刻，但是我们没办法确定的是它被什么东西缠绕住的。但是很明显，绝对是来自于我们人类这里的东西。对，因为野外没有这样子的天然的东西。怎么会有一个小朋友，他死前就全身都是伤？我们台湾白海豚搁浅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么多人为伤害证据的白海豚。他们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里面。近几年，台湾通报鲸豚搁浅数量都在150只左右，等于每2.5天就有一只鲸豚上岸。绝大多数已经死亡。我们就在2周之内，分别在西海岸和东北角都发现了搁浅死亡的个体。
扣除过于腐败无法判读的案例，造成鲸豚搁浅的主因就是渔业混火。这些搁浅的动物身上有渔网的痕迹，或者说它肺部里面有一些泡沫，我们不排除渔业致死的原因。在姚秋如博士的解剖实验室里，能清楚看到鲸豚和海龟一样被渔网伤害的证据。鲸豚与海龟的祖先纷纷从陆地返回海洋，它们和无数的物种或许都天真的以为这片澄蓝海域是最适合栖息、觅食，甚至繁衍后代的安全家园，却没想到有另一个物种为了截然不同的目的来到这片海域。在我们无止境攫取海洋资源、尽情开发的同时，却是无数的海洋生物在付出代价。海龟都拿掉以后，上层捕食者就消掉，那整个系统就会垮掉。白海豚现在大概剩50只，还需要风力发电来摧毁白海豚吗？不用。看到鲸鱼很自在的游泳的时候，不要以为它们活得很开心。在台湾的海域，这些鲸鱼每天都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3、2、1，不脚退，你后面的放手，你就赶快补到前面来。这一天清晨，海巡署出动舰艇。我们往鼻头角外海水深150米处，距离大概是27到28公里。所以我们大概航行差不多要1个小时吗？要哦，因为今天有浪况。狂风巨浪，海涛汹涌。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满满的不舍与更多的祝福。可以看到，现在亮晶晶就在我们前方海巡署的船上，现在正要准备野放了。准备野放。9天之前，你带着不明原因的伤来到福尔摩沙，唤起了所有人的关注。我们被你的聪颖与生命力所驯服，你仿佛是联系陆地与海洋的使者，告诉我们海洋发生了什么事。亮晶晶回家了，快回到家族身边吧。当我再度望向浩瀚大海时，
都将会想起独一无二的你。这一晚繁星点点，土丘上突如其来的骚动，唤醒了沉睡的沙滩。一只只努力用旗帜拨开沙土的新生命探出头来。1041的宝宝们诞生了。看到他们健康周全，守候好几晚的我们，感动得几乎喜极而泣。稚嫩的小海龟们来不及睁开眼睛认识陌生的世界，就急着往大洋奔去。20年后，有一些将会以母亲的身份再度回到这里，带来新的生命轮回。但回游与返乡之路危机四伏，属于海龟们的沙滩，如今还剩下多少？这片澄蓝的故乡，还会是安全的吗？砖红色的屋瓦架设着一块块太阳能光电板，这是日月光环保永续基金会和日月光控股共同合作，为高雄山林国中所建制的智慧微电网系统，结合了自己半导体产业的经验和核心技术。所以我们除了设置大家都知道的再生能源的电网发电，我们其实还装了智慧型的电表进行需求管理，做到了一直尖峰负载。那最特别的是，我们加上了储能系统，将集团研发的技术导入并应用在这套智慧电网里。绿电经由储能装置，透过监控和自动化系统进行电力调度，学校用电100%是绿色能源。预估这套系统，如果以它使用年限20年来讲，我们大概可以节省到700万左右的电费。也因为这样子的节省的经费，提供了非常多的其他的活动规划，给孩子来做未来学校的发展。如果遇到停电，活动中心能够提供行动装置充电或煮开水等基本电力需求。厨房的储能装置也可以及时切换备源，确保食材新鲜。预计使用20年能减碳达1360万公吨。不仅如此，日月光控股也积极推广绿能教育，像是鱼菜共生系统。跟传统的农法做比较，在电力、无化肥料施用的一些减碳排的效益中，它每年大概能够减少2.5公吨的碳排放。所以我们也更进一步的去结合我们之前智慧微电网的经验，我们让系统使用再生能源跟智慧电网，所以整个鱼菜共生系统呢就会是极低碳排的环境。前进校园为食农再添新力，让永续发展的环境教育能向下扎根，提升能源效益、采购绿电以及一些低碳投资等的方向，我们积极去符合作为一个国际企业还有地球公民对永续的责任与承诺。三尽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为地球永续努力，也为绿能低碳教育多尽一份心力。东森新闻综合报道。